于朦胧觉得妈妈既温柔又有趣。记忆中，从小到大妈妈不但没有打过她，甚至都没有说过一句重话。自己小时候的性格属于挺敏感的类型，总是把什么事都藏在心里，不愿跟人说，但是妈妈却总是能够发现，然后默默开导她，同时又会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逗她开心。后来慢慢长大，越来越懂事，于朦胧觉得妈妈其实是一个大事宽容、小事细心的人。于妈妈是射手座，于朦胧觉得她就像小孩一样，跟自己之间没有长幼之分的感觉。她不会强迫她做不喜欢的事，从来没要求她像别人家的小孩一定要这样或者一定要那样，也不会给她负担。遇到事情她总是会给她讲道理，给她一些建议，希望她没有压力，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她能够快乐。于朦胧和妈妈的感情很深，于妈妈经常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天送来的礼物，而于朦胧却觉得妈妈才是上天给她的最好的礼物，能做她的儿子，自己是最幸运的人。从于朦胧说的字里行间看得出她的家庭很幸福。于妈妈的职业是美容师，她漂亮又聪明。于爸爸是健身教练，他温和又有主见。在于朦胧的记忆中，两人从来没有吵过架拌过嘴。朦胧，我和你待的时间越长，我越想知道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长大的。就是我爸妈他们其实平时也会互相怼，就互相嫌弃。我爸爸就是有一阵儿身材不是很好，就比较胖，然后我妈就是在我面前说了他，就是说，哎，你现在怎么这个样子？你怎么胖成这样？你年轻的时候还挺帅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我爸去做了健身教练。做了健身教练？对，他真的做了健身教练。其实你爸爸练了多久啊？就是当健身教练？10年了。练了10年才当上健身教练吗？没有，第3年的时候考的证。那你爸真是一个有骨气的男人。对，他就是，你是想说他很在乎我妈，对，很在乎你妈妈，很爱你妈妈，愿意为了她去付出，对，去改变。挺酷的。家里的事情一般是妈妈说了算，但大事她会和爸爸商量，而自己只要乖乖听话就好。如微信里说的那样，于朦胧名字里的朦胧2个字就出自妈妈的喜好。和那个年代的其他女性一样，于妈妈很爱看琼瑶剧，一部月朦胧鸟朦胧让于妈妈感动的无以复加。宝宝出生以后，妈妈便给她取了这么一个诗意的名字，于朦胧。她希望于朦胧能够像琼瑶剧里那些男主角一样坚强、善良，能勇敢地面对生活。就是我妈妈生我之前，她就会想说到底取什么样的名字嘛，然后她就想，因为她很爱看琼瑶阿姨的小说和电影，然后以前有一部很经典的电影叫《月朦胧鸟朦胧》，然后她当时就想到了把这个词放在了我的名字里。小学的时候是有一点点害羞于别人叫我这个名字的，但是长大了才发现这个名字的特别之处，也特别感谢我妈妈能够起这个名字。大家好，我是于朦胧，就是我的名字叫于朦胧，也是因为一首歌曲，这个歌曲呢叫《月朦胧鸟朦胧》，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是琼瑶老师的，然后就因为这一部电影，我有了这个名字。月朦胧鸟朦胧。除了琼瑶剧，于妈妈还喜欢邓丽君的歌。于妈妈歌声甜美，在单位还颇有名气。于朦胧的歌唱天赋是遗传自于妈妈，从小到大都有人不停地问过于朦胧一个问题：朦胧，你爸爸是健身教练，为什么你这么瘦，而且一点肌肉都看不到啊？对于这个问题，于朦胧觉得很无辜、很无奈，也很奇怪，为什么健身教练的儿子就一定要练健身？爸爸很强壮，他就一定要那么强壮吗？于爸爸从来都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他和于妈妈一样，从来不认为自己身为健身教练就一定要把儿子培养成肌肉男。但是中学有段时间，由于学业繁重，于朦胧身体也变得不太好，抵抗力很差，经常感冒头痛。于爸爸这时才第一次开口让于朦胧去健身，为的是增强体质。当时被生病吃药闹烦了的于朦胧意识到了锻炼身体的重要性，乖乖答应了。爸爸虽然不像妈妈那样细心，但是对自己的关心却一点不少。细心的于朦胧把这些都牢牢记在心里。于朦胧坦率地说自己在体育方面并不出色，但爸爸的身体素质却很好。乌鲁木齐的冬天非常冷，
爸爸却一直坚持冬兵。第一次看到爸爸在冰水里溜冰的时候，于朦胧对于他的崇拜就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爸爸是于朦胧的偶像，是他想成为的那种男人。于朦胧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姥姥、姥爷的身边生活，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很忙，只能请姥姥、姥爷照顾年幼的他。在姥姥、姥爷家的时候，他经常能见到表哥和表姐。对于年幼的于朦胧来说，表哥和表姐算得上是童年时期的第一群玩伴，跟亲哥亲姐一样，跟在他们身后，看着他们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开心的样子让于朦胧特别羡慕。表哥是舅舅家的孩子，性格跟于朦胧完全相反，特别皮，经常在学校惹事打架，但是外向开朗，到哪里都能和小朋友打成一片。表哥比他大6岁，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大孩子了。寒假暑假的时候会连骗带哄的领着于朦胧到外头冒险，这样的日子度日如年。每个星期家长来探望的时候，他都觉得那是唯一能看到希望的时刻。有一次于妈妈来看他的时候，留下了一条围巾。于妈妈说，如果想家想爸爸妈妈就看一看，男孩子要坚强起来。从那以后，这条围巾就成了于朦胧的寄托。本来还觉得挺别扭的，但是真的看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忍不住默默流泪，想起妈妈的叮嘱，又抹干眼泪，咬牙坚持，不想看到妈妈担心的表情。虽然很不快乐，但乖巧的于朦胧从来都规规矩矩，老师说什么都认真听着照做，不淘气不捣乱。很快他就得到了老师的喜爱，但是老师经过观察以后，发现于朦胧胆子太小，虽然听话懂事，但是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受了委屈也不说出来。老师很想锻炼这个内向的孩子，让他能更活泼一些，于是推选于朦胧当班长。于朦胧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既惊讶又慌张，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哪里管得住人。对于老师的好意，于朦胧当时并不能理解，内心很抗拒，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把拒绝的话说出口。面对老师期盼的目光，于朦胧最终还是默默答应下来。原本于朦胧最担心的就是和同学之间的相处，因为他平时跟别人的接触很少，又不太主动跟同学说话。他甚至觉得可能班上一半的同学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莫名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小年纪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压力，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大家对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漠。在当班长期间，如果哪位同学生病缺了课，于朦胧会主动去寝室送上课的笔记。平时相处的过程中，他也从来不会端着班长的架子，无论对谁都是和和气气说话，也不会做打小报告这种事情，一直非常细心而且善良。大概是被他的乖巧所打动，同学们都不愿意欺负他，也不愿意让他为难，所以在每天收作业、检查复习情况的时候，同学们大都会乖乖配合他。渐渐的，于朦胧也不再有之前那么大的压力了，他用自己的方式融入到了集体当中。后来渐渐熟悉了这里的生活环境，和老师同学的相处也熟人起来以后，学习和班长的工作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的注意力。他每天都要打起精神来，强迫自己认真专注地面对一切，暗暗鼓励自己绝对不能偷懒，也绝对不能丢脸。这么一来，也很少再有想其他事情的时间了。初来乍到的忐忑和茫然也渐渐被时间治愈。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都会把白天没有完成的事情和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在脑袋里想一遍再睡。如果恰好第二天有一些有意思的集体活动，他甚至开始隐隐期盼早晨快点到来。于朦胧的成长是迅速而惊人的。于妈妈、于爸爸和老师也发现，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恨不得时时刻刻都待在家里，即使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也能够开口打招呼。跟学校的同学和家里附近的小伙伴们的接触也变多了，偶尔还会跟着他们出去玩。虽然那段时间不算那么愉快，但幸好足够充实。这种让于朦胧形容为又爱又恨的生活，只过了1年的时间。于妈妈觉得送于朦胧去私立学校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决定还是要让他回到更常规更普通的学校来。他相信这时候的于朦胧已经能够面对学校的集体生活了。最后一次去私立学校的那天的细节，于朦胧记得很清楚。跟着妈妈从老师办公室回到寝室的时候，在帮他收拾行李的姥爷告诉他，他的同班同学刚刚跑过来一直在问萌萌是不是不来了，他要去哪里啊？听到这些话，
于朦胧心里特别感动。这一年的相处，同学们应该还是挺喜欢自己的吧，不然也不会关心自己的去留。于朦胧突然有点不舍，可是还没等他感动够，老爷又接着说，然后他们就拿着你的牙缸出去铲雪玩了。于朦胧现在回想